高考后，班花江雪说她在迪拜打工的表哥正在招暑假工，高薪还包吃住，大家纷纷做起了暴富梦。我调查后发现这就是个骗局，劝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高薪工作。1个月后，班花穿着一身名牌，带着10万存款回来了，笑同学们都是傻逼。大家觉得错意，尤其是我的竹马陆浩，带头煽动同学和家长攻击我，说是我害他们失去了暴富的机会。愤怒的家长们冲进我家里，将我和父母活活烧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熟悉的教室，一张纸拍在了我的桌上。思念念，你发什么呆？去不去给个准话？我转过头，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上一世就是这张脸的主人带头拿着汽油堵在我家门口。如果不是你阻止我们，如今就和江雪一样赚大钱了。是你阻了我们大家的发财路。你就是嫉妒江雪，你这个贱人！思念念，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上一世，我查到了迪拜工业园的真相，那里是比缅北更可怕的器官贩卖和人口交易的天堂。我拼命阻止打架，却换来被活活烧死的结局。重生归来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看向那一张张兴奋的脸，手指不自觉握紧。这迪拜工业园区日薪1000，包吃包住，还包来回的机票，这种好事上哪找去？我表哥在那边做主管，特意给我们班留了名额。没想到我竟然重生了这一天。上辈子他们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暴富梦烧死我全家，既然都上赶着去找死，这一次我决定不再去管他们的死活。思念念，你到底去不去？别耽误大家的时间。我不去。穷命！胆小鬼，活该一辈子穿地摊货。念念错过这次机会，你可能再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了。思念念，我本来以为你不一样，给我报个名，我第一个去。还有谁？名额有限哦。干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李老师江雪给我们介绍了迪拜的高薪暑假工，日薪1000呢。真的？那给我儿子也报个名吧，正好他高考完没事做。思念念不去嘛？他胆小呗，怕出国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你真不去？你知道我有多想换个新手机吗？你知道我爸妈有多需要这笔钱吗？你就不能支持我一次？陆浩，你想去就去，不用管我。随便你，穷死你算了。上辈子我那么努力劝告你们，最终却落得个全家被烧死的下场，而你陆浩更是那个煽动所有人的罪魁祸首之一。如今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你既然那么想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当晚，班级里群炸开了锅。江雪在群里发了工业园的照片，他们都兴奋地讨论着赚了钱后要如何消费。江雪更是拿出身上的名牌来刺激他们，使得同学们里越来越疯狂。以备不时之需，我将这些聊天记录截图保存。正此时，有同学提议道：“过几天就出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去酒吧聚一聚吧。”群里满是附和的声音，陆浩却在此时艾特了我：“思念念，你去不去？”“不去。”“思念念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家一起去迪拜，你不去；今晚聚会你也不去，还能是什么意思？装清高呗。”“就是，觉得自己不合群的样子很装是吗？”看着群里连串的消息，我回都懒得回，倒头就睡。可没睡多久，就被门外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醒。小浩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？你们家念念知道他去哪了吗？他说和同学在外面聚聚，可我等到现在人一直没回来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告诉叔叔一声。你们班的同学都联系不上了，只有你还在家，你一定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知情不报也是要负责任的，你知道什么就快说，否则我们一定报警把你抓起来。看着那一个个宛如丧尸般涌来的家长们，我仿佛又看见了前世他们攻击我的画面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家孩子早就赚大钱了。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你这贱人！小年纪，心咋那么恶毒呢？难道你非要害死我们家宝贝你才肯罢休吗？都别吵了！你们孩子失踪了，应该是报警，而不是来逼问我家念念。对，报警！不行，不能报警。你想毁了小浩吗？就是万一这是违法，你报警那不是毁了孩子吗？念念，你就当看在阿姨的份上，告诉我阿姨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们提议今晚聚餐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都听到了吗？我们家念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。再纠缠下去，信不信我报警？或许是感到了爸爸决绝的语气，也或许是担心因为这件事报警影响了他们孩子的前途，这些人总算走了。念念别怕，已经没事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爸爸妈妈都会保护你的。看着爸妈那张关切的脸，
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一片火海中。这一刻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夺眶而出。是不是你告的密？否则我妈怎么知道我在酒吧玩？还用说，肯定是他。除了他这个没趣的人，还有谁会打小报告？打小报告就算了，竟然还报警！要是劳资因为这事影响了上大学，我一定杀了你！我没去理会同学威胁的消息，默默将聊天记录截图保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因为还没正式放假的缘故，即使昨天晚上发生了那么大的事，依旧需要来学校报到。因为昨晚的事，他们不断地推搡着咒骂我，不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。班级里的其他同学对此也只是冷漠地看着，一言不发。身为班长的江雪更是假装上厕所离开了教室，任凭我如何挣扎都没办法挣脱开来，只能任由他们将我按在地上肆意践踏。我让你打小报告，看你还敢不敢了。我没有，还不承认？除了你还能有谁？别以为快放假了就可以乱来，就算放假了，我想整你那也是轻轻松松。听到没？以后给我老实点。好在这里毕竟是学校，他们不敢闹得太过，各自回到座位上。傍晚放学，同学们聚在一起，分享着各自新买的电子产品跟包包、奢侈品。陆浩，你这是最新款的水果17 Pro 吧？至少得8、9千呢。这么贵，你哪来的钱呀？我在平台上借的，一点小钱而已。等我到时候去迪拜打工了，再还上就是了。1万块而已，等我们去了迪拜，2天就能挣回来。说得对，正好我看上一台电脑很久了，我也去买回来。傍晚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明天就是正式放假的日子，也是他们去迪拜的日子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从今以后，我将彻底与他们告别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本以为事情会这样结束，没想到陆浩却在我放学的路上堵住我，把我堵在巷子里。站住！有事吗？明天就是出发的日子了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去不去？不去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？为什么？还能是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，看清楚了你们的真面目。难不成你还在吃江雪的醋？我都说了，我跟他只是普通同学。再说了，他带我去赚钱，我跟他走得近了点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为什么要吃醋？我跟你又没有关系。行，思念念你行。我本来还打算等我从迪拜赚了钱回来就来包养你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你根本不配。对陆浩的话，我只是嗤之以鼻，没有丝毫的感觉。浩哥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浩哥，你是在等我吗？明天就是出发的日子了，我们快回家吧，还得收拾东西呢。浩哥怎么了？还在想思念念的事吗？不用管他的，等我们赚了大钱回来，他到时候跪在地上求你都来不及呢。你说的对，到时候我要让他跪在地上，求我包养他。听见身后传来的声音，我没有回头，只是举起手挥了挥，算是告别。第二天，我被噩梦惊醒，天刚蒙蒙亮，今天是他们出发的日子。我打开班级群，一大早群里已经炸开了锅，同学们在机场兴奋的自拍，江雪像个导游一样不断提醒注意事项。我保存了每一张照片，这些在将来都将成为对我有利的证据。念念，你醒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妈妈敲门进来，映入眼帘的是她那张写满了紧张的脸。妈，出什么事了？太疯狂了，这真的不会出事吗？妈妈给我看她手机里的视频，视频中家长们围着江雪争相塞给她红包。麻烦你了，这次多亏了你带我家孩子出去赚钱，到了迪拜还得麻烦你照顾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我们都是同学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同学们举着临时制作的横幅，上面写着迪拜掘金团，迪拜我们来了，头顶一块布，全球我最富。陆浩的妈妈对着镜头比耶，我儿子要赚大钱了，等我儿子回来就是全城首富。这简直是太疯狂了，根本不像是去打工，而是去挖金矿。不用管他们，妈，你把这些视频发给我吧。我保存好照片跟视频，留作证据。作为这些，我关掉电脑，来到阳台，望着在远处的天空。此刻，
那架载着43名同学的飞机正穿越云层，飞向他们想象中的天堂。而我知道，那里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。3天过去，班群里一片祥和。江雪每天准时发出工作环境的照片。这里的工作真的超级简单，就是检查电子产品有没有瑕疵，做着就能赚钱。我第1天就赚了2000块。这时候，陆浩私聊的消息弹了出来，点开一看，里面是各种海鲜自助，山珍海味。念念，你看，我们今天又去吃了豪华海鲜自助，羡慕吧？我懒得回复陆浩的消息，却没有就此止住。早说了叫你一块来，你偏不听。等我赚了大钱回去，你哭着求我，我都不会理你。我依旧没有回复，默默将他拉黑，关上了手机。转眼又过了2天，班级群里突然安静了，聊天记录始终保持在2天前。念念啊，小浩有没有联系你？没有，阿姨你别担心，可能只是手机没电了。不可能，小浩带了3个充电宝，而且全班都没有消息，这不对劲。你当初为什么不去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什么？上次聚餐就是这样，所有人都失联了，只有你没去。这次也是这样，你一定知道什么，否则怎么可能全班就你一个人不去？阿姨，班级群里所有聊天都有记录，我从头到尾都没参与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报警，让警察来查。他果断挂掉了电话，显然对我的态度很不满。念念，你知道群里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你们班上那些同学好像都失联了。妈，你听我的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也什么都不要问。对了，搬家的事怎么样了？有了前世的经历，3天前我已经跟爸爸妈妈商量好了搬家事项，打算过段时间就搬去江海市，与我填报的大学志愿位于同一个城市。我跟你爸已经看好房子了，等录取通知书送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搬过去。听到这话，我心底长松了口气，终于快要摆脱前世的命运。只是在这之前还有很多麻烦需要处理。又过了1天，失联状态持续，家长们已经乱成了一团。有人提议报警，可却被陆浩父母阻止，理由依旧是害怕因为影响他们的未来。又1天过去，我家的房门被人强行砸开，陆浩妈妈和几个家长冲了进来。思念念，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们？小浩昨晚发了一条奇怪的消息，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妈，救我！这里不只是他，其他家长也都纷纷展示收到的类似片段信息。果然如此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你们可以查查迪拜工业园的新闻。一个家长迅速用手机搜索，屏幕上是一则有关迪拜高薪打工骗局，实为跨国器官贩卖团伙的报道。不，我的小浩。其他家长看见后，有的痛哭，有的愤怒的咒骂，还有的已经掏出了手机报警。都怪你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早就知道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想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去送死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报警！我要报警，把你抓起来！他们疯了似的打砸着，嘶吼着，好似索命的厉鬼一般。对此我早有预料，调出了之前早就准备好的证据。这是班级群里所有的聊天记录，从江雪提出打工计划到昨天为止，我从未参与鼓励，也没有能力阻止43个人。可你早就知道有危险，你见死不救。阿姨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而且你们也支持，这是我能劝得动的吗？不只是你，还有他，看你们群里都有你们支持孩子去迪拜打工的聊天记录，你们说我怎么劝？这一刻，陆浩妈妈愣住了，其他家长也都安静下来，不知是自责还是其他。警察很快赶到，带走了所有来闹事的家长，还有我保存的证据。而作为当事人的人也被带到了警局做笔录，笔录一直做到晚上。爸妈得知消息后立刻赶了过来，在警局门外等候着。而这时做完了笔录的陆浩妈妈也走了出来，此刻的她脸上已没了从前的神采，只剩一双空洞的眼神。警方行动很快，只用了3天就已经将大部分学生救出。可即使如此，依旧有7人已经失去了肾脏或眼角膜，而江雪并不在获救名单中。警方怀疑她是知情者，已经逃往其他国家。本台最新消息，我国43名高中生遭遇迪拜打工骗局，现已全部找到，其中7人遭受器官摘除手术。妈，出什么事了？陆浩妈妈吃了整瓶安眠药，等发现时已经彻底没救了。而且，
他在遗书里诅咒你，说你是冷血怪物，还说你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他们说你才是罪魁祸首。念念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家长们都怪你？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念念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凭什么怪到我们家念念头上？当初可是他们自己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迪拜打工，现在出了事，竟然还想让我们家念念来背锅，这我可不认。爸妈放心吧，这事我会处理的。不出预料的，不到傍晚，家门口已经聚集了10几个家长。思念念，你出来！你早知道迪拜打工就是个骗局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我女儿现在少了个肾，你满意了吧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害得我女儿被活生生割掉了一个肾。张叔叔，我觉得你应该先听听这个。让我们家张丽去吧，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挺好的。当初可是你们支持自己孩子去迪拜的，怎么现在出事了，来怪我一个从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过的无关人员吗？可你肯定知道内情，否则为什么全班就你一个人不去，而你知道内情却不告知？你这也是在犯罪。没错，你这是包庇犯罪。我没提醒过吗？我提醒了，可他们听吗？等我们赚大钱回来，你别想从我这里分到1分1毫。我好心提醒，可他们却还要孤立我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念念，他们竟然这样对你！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离开，否则我报警了。终于，在爸爸强硬态度下，家长们悻悻离，可他们嘴里却还在念叨着冷血怪物之类的词。没事了吗？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我知道这一切远没有结束。3天后，获救的同学们被专机接回，新闻铺天盖地，详细揭露了这个跨国器官贩卖集团的运作方式。而这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警方确认江雪是团伙重要成员，他所谓的彪哥根本不存在。而这一次，更是他第3次以同学作为猎物。对于这些，我已无暇去想，因为我已经收到了来自江大的录取通知书，过几日便会跟随父母一起前往江海市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门外，竟然是陆浩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医生说我的眼睛已经彻底坏了，他们取走了我的眼角膜，连同眼球一起。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被他们取走眼睛之前，我亲眼看见江雪站在手术室门口数钱。陆浩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早就说过，可你信我吗？如果你找我只是为了说这些，那你可以走了，我还要收拾东西，就不留你了。思念念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绝情？上一世你带着那群人起哄烧死我的时候，可比我现在绝情多了。不送。3天后，我们一家搬离了那座令人窒息的城市，来到了江海，即将开启一段新的人生。就在这时，妈妈收到了家长群的消息，陆浩自杀了。陆浩自杀的消息并没有让我心中生出复仇的快感，更多的是一种凄凉。唉，可惜了，陆浩这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都过去了吗？我们已经离开那座城市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。是啊，我们家念念长大了。我本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彻底告别过去，迎接崭新的光明的未来，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一击。念念，你快看网上的消息。不出意外的，评论区一片骂声，这种人就应该判刑。听说他还幸灾乐祸呢，他家长到底是怎么教育的？看着网上的帖子和那一条条评论，我只觉心底发寒。上一世我竭力阻止，最终却落得了家破人亡的下场，而这一世我袖手旁观，却还要遭人唾弃指责。更糟糕的是，在这个阴雨绵绵的早场，律师函送到了我们的新家，43名家长联名起诉我，索赔每人100万，1人100万，总共4300万，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妈，别怕，我们有证据，这件事跟我们无关。还好，我事先保存了所有的聊天记录与录音，对于这种起诉，我并没有太过担忧。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，我没有出面，而是将之前收集好的证据打包交给委托律师全权负责。在绝对有力的证据面前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功的。最后法官判定了他们赔偿我精神损失费，可这远远还不够。上辈子杀死我的凶手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而我接下来要做的只是等待。又过了1个月，我已经进入大学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一次假期，我回到家，妈妈告诉我，江雪已经在海外落网，不多时就会被遣送回国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据说至少20年，甚至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。我也从朋友口中得知其他同学的现状，
因为迪拜的遭遇，人生轨迹被彻底打乱，有的辍学去了工地，有的则整日躲在家里不敢见人。对这一切，我心中没有丝毫怜悯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转眼4年过去，我也即将结束我的大学生活，正式踏入社会。毕业典礼上，我因大学4年的优异表现被选为优秀毕业生上台发言，爸爸妈妈也在台下，他们就这样静静看着，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。